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预测一下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看一下，在接下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你的感情生活会有如何的变化，或者呢，你的情感生活有怎样的一个发展。那这一期的占卜呢，无论你是当前有相处的对象暧昧的对象、暗恋的人等等呢，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可以来看。又或者是说你当前已经有一个稳定的恋情，或者是你已经有一个发展当中的恋人我们也可以来看。那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会如何的发展？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会重点来看感情，并且呢，我们所限定的时间是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这一期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也是提前帮大家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卡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每一副牌组我为你选用的能量宝石。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选择的是 Aquamarine 这个中文呢也有把它翻译成蓝金 OK Aquamarine， 这个颜色是那种蓝绿之间好 Aquamarine OK。 好的，那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我为你们选用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颗粉色水晶。那第3副牌组的朋友，这里呢，我为你们选用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一个绿色的萤石。好，那为了帮助你呢跟每一副牌组进行一个有效的能量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和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未来的6个月，我的感情生活究竟是如何的样子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能量上呢跟自己最有连结、最有对应了。那由于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你感觉到有一副牌，然后呢对应在另外一颗宝石上呢，同时有吸引到自己的话，
那么还是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啊，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还有你的讯息是被分在2组不同的牌组里。那么今天呢，在每一副牌组的能量解析当中，都会给大家就是分开解读，一个呢是当下有相处对象的，那另外一种呢是没有相处对象的，所以说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我们都会讲到，好不好？好啦，那如果说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啊，未来的6个月时间，你的感情生活，来自宇宙的指引和讯息。那我们待会儿见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 Aquamarine 蓝鲸。蓝鲸呢这边也有它的宝石能量啊，我们这边取的是 Go with the flow， 意思就是说顺其自然啊。这个是蓝鲸的能量，很漂亮，很轻盈，很剔透，而且呢这个能量啊对应在就是很炎热的季节，应该是一个非常清爽的感觉。好，这个是蓝鲸送给第一副牌的朋友。那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能量连接、能量对应，然后呢是进入到6个月预测之前，我想先为第一副牌的朋友抽出我们今天的第一张指引牌。好，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来自宇宙的指引，来自宇宙的提点，感恩宇宙。好，宇宙告诉我们，选择第一副牌的朋友，选择到蓝鲸的朋友啊，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呢？我们抽到的是 Journey by Moonlight， 这个是月光下的旅程呢。Believe in magic， 相信魔法。那么这张牌出现以后呢，我感觉到啊，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它比较的带有那种模糊不清的感觉。这个能量呢，就像我们在走那个夜路。那么在月光之下的旅行呢，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些可能有一点模糊、有一点看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呢，尽管如此啊，我们要能够去用一种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相信。我们要将恐惧转化成信任，然后呢，尽管在月光之下，我们依旧要坚信心中的那一束光，因为在夜晚当中，我们的直觉也是我们最好的向导。所以说这张牌 Journey by Moonlight， 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哦，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其实是非常美妙的，但是呢，重点啊，你要能够换一个这个视角。如果说比方讲第一副牌朋友，你很希望就是一切都很清晰，一切都很定数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能量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小失望。但是呢，我又看到宇宙在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可能它不会马上告诉你最后的那个解答，它也不会马上告诉你最后你们的关系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呢，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那么这条旅程，这个过程其实才是真正最美妙的旋律，才是这一段感情生活里，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6个月的时间里，你的情感生活最美妙的、最有奇迹般的，而且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段人生情感旅途。其实是一段非常值得你去珍惜、值得你去欣赏、值得你去把握的时间。所以啊，我这边看到的是，其实单身的朋友这边一定会有一些惊喜在等着你，那一定跟你的预料不同，也就是在你预料之外。那如果有相处对象的朋友呢，我觉得无论当下你的这个感情发展是顺的还是不顺的，当下呢，我觉得一定要，就是说这个能量出现啊，就是要相信这个魔法的存在。不要太早的放弃，不要太早的下一个定义，或者是不要太快的去做一个决断，因为这6个月的时间里，很多事情啊，它可能会变，它可能会转，而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美妙的旋律，或者是很美妙的一些过程啊，让你觉得心动的，或者是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戏剧化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好，
我们把这个指引牌啊，就先解读到这边了。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能量的验证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当下的感情生活状况。那我也是会分2种情况，第一种呢是没有对象的朋友，第二种呢是有对象的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能量验证。好，来，第一张牌，圣杯8。好，我们继续。第2张牌，圣杯2。好，圣杯8跟圣杯2张牌啊，我们今天做能量的验证。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来自你们当下情感能量的一个验证啊。第一副牌，那么宇宙在讲，如果当下你没有对象的话呢，宇宙说其实有可能呢，你过去有过一段感情，而当下的你呢，已经相当于跟过去的感情彻底的放弃，或者是彻底的下定决心，不再为那个人伤心流眼泪。当下的你呢，已经站在了我们所谓的另外一个临界点，你已经能够去勇敢的放下过去一切你所经历的，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现在呢，其实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没有对象的话，你已经有一点像是在让自己的心尽量的疗愈好，疗愈得更好，然后呢，使自己可以再次的展翅飞翔，让自己可以再一次的去勇敢的面对自己人生接下来旅途当中会遇见的人啊，可能会遇见的，比方说缘，我觉得是人和缘啦，对吧？遇见一个人，然后这个人为你带来一个缘，所以我觉得其实当下单身的朋友啊，你们的状态其实还是不错的，而且呢，在这个能量的指引之下，我感觉到你的心是比较 open 的啊，有一些朋友肯定还是有一些，比方说疗愈要去好好的做，要去好好的完成，但是呢，我觉得你们的疗愈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啊，已经差不多了，而你们当下呢，我觉得在感性里面已经多了一份成熟，在感性里面已经多了一份理性啊，我觉得你们的理性已经加来了。所以说过去的感情经历啊，我觉得已经是让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已经让你成长了，让你能够面对感情啊，就是接下来的情感一定会比之前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有智慧，更加的能够判断出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什么可能跟自己啊并不是那么的契合。所以我觉得就算是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那你们呢在感情当中，我觉得应该已经有一些经历了，而你们当下对于感情呢，我觉得看得很开，你们并不是说因为孤单，所以说一定要一个人陪在你左右。相对应的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就算你当下没有对象，我也看到你在情感当中的那种宁缺毋滥的精神，你不希望再连接一个比方说拖累你，使你精力匮乏的一段感情。我觉得当下的你多了一份理性，多了一份智慧，更多的是在寻找着一种真正的惺惺相惜的灵魂伴侣一般的这种样子的感情。那我看到的是来自第一副牌的朋友，与其说你去找一生一世永远陪你的人，不如说你当下其实是想找惺惺相惜、心心相印，能够真正在情感当中关怀你的，能够真正懂你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你来讲很重要，就是真正能够懂你的人。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接下来的感情里面我觉得你很注重精神的连接，不仅仅只是比方讲物质上非常的匹配，不仅仅只是在讲这个人可能外形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才华让你很喜欢。我觉得你很注重的是相互之间的这种沟通，你很关注的是相互之间能不能产生一种共鸣，你很关注的，你很看重的是两个人究竟能不能成为彼此人生的伙伴。我觉得这一点呢，是你加入到你对你自己新的感情生活的一种期待里面这个是单身的朋友的能量信息了。那如果说当下你已经有
相处的对象，我看到其实来自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个相处对象跟你之间的感情当下是很甜蜜的，你对这个人的评价很高哦。这个人呢，他我听到有些朋友啊，其实是觉得这个人是宇宙给你的礼物，因为曾经可能你在感情当中经历过一些让你觉得很不好的经历，或者是让你觉得很委屈的一些情感的遭遇，但是呢，当下这个新的人，我觉得这个人跟你连接就是时间相处的不是很长，但你们两个人其实有那种比方讲很舒服，两个人觉得彼此就像灵魂伴侣一般，其实处得很好非常的融洽，有很强的默契，有这种感觉。所以当下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有对象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你对这个人你很喜欢他，你很希望跟这个人就是好好的发展，你很希望这个人能够是你最后就是一直这样好下去，甚至成为你人生的伙伴，最后可以一直这样子幸福快乐的走下去。那么这个是有对象的朋友，我在今天的这个抽牌当中得到的一些讯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占卜的重点。我们来看一下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究竟会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怎么说。我们首先来抽一张指引牌。宇宙，请你告诉我，选择到第1组牌的朋友，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我们抽到的是 Great Goddess， 这张牌呢是17号牌Great Goddess， 伟大的女神。这张牌是说 Sacred Unity， 这个是神奇而伟大的连结。这张牌呢有非常强的连结和相遇的感觉。有非常强烈的那种神奇的连结和相遇的感觉。那么我觉得最大的好消息，这张牌出现就是单身的朋友吧，这张牌我会认为未来的6个月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惊喜，这个惊喜是你不是那么确定，不是那么比方说期待，但是你却遇到了一个魔法般的一个新人出现在你的世界当然了，我们等会儿还要去看这个人就是你遇见的这个感情他是新人还是旧人？因为我这边感觉到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个 Unity 他的这个缘的能量很深，就是你跟这个人缘分非常的深，所以我等会儿会帮单身的朋友来看接下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究竟这个跟你有这么神奇、这么奇妙连接的他，来自于一个新的能量呢？完全你不认识的人，还是说这个人是你的前任我会帮你具体看这个。那如果是当下已经有对象的朋友呢，我会感觉到你和你当下这个相处很甜蜜的对象，你们2个人应该会感情发展的很好我觉得你们应该感情发展的很好。那等一会儿我们的抽牌呢，就会具体来看你们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或者是你们会如何的连接，感情会怎样的方式去加深，好吧？好，我们现在来抽牌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宇宙告诉我们第1副牌的朋友选择到 Aquamarine 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呢？宝剑7，圣杯5，权杖5。这边呢，我听到很强的能量，就是在讲测验。好，有很多5号能量测验。来，继续，未来6个月感情生活是如何的？又是一张5，金币5 ，OK。宝剑2的逆位，权杖皇后的逆位 ，OK。
我们的牌底是一张宝剑一。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组牌的朋友，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啊，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这边呢，其实我听到讯息的第一种情况啊，我真的有听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听到这个消息有一点点郁闷啊，因为我看到当下的这个能量呢，确实是在告诉我啊，你们当下呢，其实对于过去的感情应该是已经放下了啊，应该是已经放下的状态，但是呢，非常的奇妙的是啊，宇宙呢可能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 ，OK， 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让你再一次的看到，就是说一些很意想不到的关于这个前任或者是之前的那一个人呢、跟你之间有一些事情啊，而且呢，你会看到的是对方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的是一些对方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宝剑七呢出现在现在啊，我感受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你们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心还在对方身上，但是呢你们在形式上已经在逼自己往前走，也就是说你们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在乎他的，你们的心里呢还是有一点点甚至是怨恨对方的，没有当时把话说清楚，没有当时给你一个交代，没有跟你真正的说清楚为什么他会那样做，为什么他会那样子选择，或者是说他究竟背叛你是怎么回事啊。我看到有一部分朋友其实你们心呢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在乎对方，可是呢你们不会让他知道，你们会有一点像是故作坚强有一点故作坚强。那么在这样子能量里面呢，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一组特别是什么情况啊？就是说对方可能确实是有一些事情让你不满意，但是最后其实决定分手的人是你我听到有一部分朋友，其实你们是那个坚决离开的人，你们是先后撤的那个人。那么我看到的是你会在形式上让对方觉得他一点机会都没有。我看到你呢，可能是有一点就是装作坚强的逼自己离开，逼自己成长，逼自己不要再去看向你跟他之间的任何的情感连结。可是呢，我看到尽管这个样子其实有一部分，真的有一部分的朋友，你跟这个人的缘分很深，你们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里面有非常多的重复出现的数字5，这个能量是一个 test这是一个 testing， 它是一个相当于命运的拷问，命运的考验这样子的能量那你们的内心世界对于这个人呢，其实是没有真正忘怀的。在圣杯5这里我看到你们不断的在强调，不断的在告诉自己，就是说这段感情已经没有了，是他，就是说是对方把这段感情给毁了，是对方把这段感情给弄没了。你可能有一点怪他，但是呢，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真的选择不要他，真的选择离开他之后，你的内心就会越来越感受到，其实你的心还在那个人身上，或者是说你在感情里，就是说还是很难的走出来，因为对方给你的影响是很深的，对方给你的这种情感的连结是非常难忘的。所以说这边我看到有一些单身的朋友，或者是说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其实是非常挣扎的。权杖5在这种挣扎徘徊当中我看到你们其实已经长出了很多就是所谓的矛盾的心态有很多矛盾的心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矛盾的心态呢？是因为在圣杯5当前的能量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是这段感情其实是有解药的，这段感情是可以过桥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过去。你们现在心中所怨恨的这个对方，他其实曾经对你的情感是很深的，是你们两个人就是都是真正爱过的不是一段我们所谓的没有真正走心的感情。恰恰相反，是这段感情他走心了，而且两个人都走心了。所以说我看到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尤其是3个月时间左右你可能会对于这个人，就是对他的评价，或者是对他的一些想法，
会出现很多跟你当下觉得的很不一样的分歧。也许当下呢，很多朋友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就说非常坚定啊，就说我一定要往前，我一定要把它给扔了，我一定要忘记它。可是事实上是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就会有一点开始就是返回来，你可能会想它，你可能会觉得还是它好。而且呢，对于你可能当下的一些比较坚决的判断，你会心里长出很多不一样的心思，不一样的想法。我这边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可能会为对方找一些借口或者是理由。当然了，这些借口跟理由未必是假的，因为我看到在你们两个人分手的这个能量里面，有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比较冲动的，或者是说不愿意去听对方解释，不给对方解释机会的，就是离开了。而对方有可能跟你有一点像，就是也是一个可能对于解释啊说不清楚的人，甚至是因为情绪的波动，把一些很难听的话说给你听，未必是他的真心话，但是他就是也是说了一些话语啊，让你觉得可能就是伤心难过，所以就分手了，对吧？分手了，或者是断联了。那么接下来呢，在未来6个月的感情里面啊，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其实会经历我们所谓的一个暗夜时光啊。这个暗夜时光呢，也就是宇宙给你们的命运的拷问。宇宙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有点像是真空期，但是呢，这个能量又被彼此所占据，这样子的3个月时间去拷问你们，去考验你们，你们究竟对于这个人是喜欢的，还是真的不想要？是真的其实是爱他的，还是说真的已经忘记了？我们这边金币5啊，其实这个能量就是在讲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很美好的爱情的电影，你们可能会看到朋友之间的一些很感动的朋友圈，那些让你们羡慕的爱情故事，真人真事出现在你们的眼前，你们内心呢也非常渴望能够像他们一样的美好幸福，但是事实上呢，你们却觉得自己无比的孤单。孤单感是因为那个人辜负了你，那个孤单感呢，可能是在责怪彼此为什么要那样子对我。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啊，这个5号能量出现在你们的这个未来6个月的感情生活里，特别是对于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啊，那么这个前任的能量会给你的内心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股冲击力啊。那么这个能量呢，你跟他是同样去经历，同样去感受的。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出现的能量啊，在未来6个月最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你会有一点像是做了决定。因为我看到啊，其实在这个能量的拷问当中，或者是灵魂的拷问里面，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已经开始去情不自禁的，或者是说对，不小心的就是也开始去为对方着想，也开始把自己的一些可能比较固执，或者是自己一些比较任性的想法，就是拿出来去真正的比较一下，究竟哪些是自己可能非常过于决断的，过于去武断的给对方就是说了一些话，让对方觉得好像自己就是比较任性，或者是哪一些能量呢，可能真的是对方做的不好，是对方做的不对啊。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在左右的去比较，或者是说把之前你们所经历的那个让你们分手断联的事情啊，或者是过去的一段时间你们的经历，情感的一些相处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全部拿出来规划一下，或者是整理一下，整理出一条思路，整理出一条方案。那么这个能量呢，让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的心里已经开始慢慢的下定了一个决心，或者是说已经有了全新的一个认知，有了一个全新的对于过去的一段感情，对于过去的一个旧人呢，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吧。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同时呢，也在这样子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对自己在情感里面，对自己在情感当中的真正需要的东西，可能也会有很强烈的改变。最后一张牌呢是这个火元素的皇后，这张牌呢为什么是逆位的我听到的信息是这样子的，其实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们其实已经在心里开始去期待跟这个过去就是说已经连接过的人能够重新的开始，
或者是说你们其实在心里已经开始对这个人，就是说慢慢的原谅了，慢慢的放下了，你们在等待着你们的旧情复燃，或者是说你们在期盼着你们有机会去旧情复燃。但是呢，这个火元素的皇后是一个逆位，就是在说这个能量其实它已经形成了，但是呢它没有到达一个完成的一个阶段。未来的6个月时间啊，到了这个时间之末了以后，你们就会发现其实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离你的能量，或者是对越来越近，或者是说你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啊，他可能也跟你一样，慢慢的修复好了自己，修复好了自己的心，修复好了自己的一个灵魂，那么他也开始准备好了想向你靠近。所以我会觉得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非常有可能你跟你之前的一个人会在6个月之后有机会复合，会在6个月之后啊，感情里面有一些转机。所以说尽管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未来的6个月呢，其实你的感情生活当中更多的是被一个过去或者是曾经的人占据了。但是呢，这个占据啊，它并不是说好像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占据呢，其实是让你们2个人真正的去经历或者是接受这个灵魂的考验或者是拷问，让你们真的下定决心，真的想清楚了，是彻底的离开，还是说再续前缘。那么我看到其实还是比较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还是非常有可能会跟这个旧人6个月之后再续前缘。所以说这6个月的时间绝对不是白费，绝对不是浪费。这6个月的时间，你们会在那种黑暗不清楚这种情绪的真空里面去感受到自己真正的内心里面最看重的是什么。感情关系有的时候也是很奇妙的，有的时候是真的离开之后才会发现对方的好。在真正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所谓的好当作理所当然，或者是因为这个人是爱我们的，或者是说因为我们爱他，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标准提升到一个非常高非常高的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付出的人，可能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啊。那么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会看到的是很多朋友可能对于你们过去的一个感情对象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认知。这个认知呢，是因为你变了，是因为你的想法变了，你的认知变了，是因为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变了。所以这6个月的时间，对于大多数的朋友来讲，就是一个对前段感情的灵魂的拷问。你们可能在6个月之后跟这个前任复合，也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看到，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是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那么你会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面，真正的跟这个人能量上划清界限，就是不再想他，不再记起他，真正的放开他的手。OK， 是真正的放开他的手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情感的疗愈，它的时间所经历的时间呢，也是会比较久一点的。每个人呢都会不太一样。其实真的去忘记一个人，他不是1天2天就能做到的。有的时候真正的忘怀一个人，放手一个人，忘记一个人，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说这边第一组牌的朋友爱得越深就越难割舍了。那么宇宙呢，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能量就是说神奇而伟大的连结。这个人之所以你很难忘怀是因为你跟这个人的缘分很深，你跟这个人的缘分呢非常非常的神奇而伟大这个人有可能是你前世今生认得的人，你跟他在前世就已经有过很多的纠缠，已经有过很多的故事已经发生了。那么今生你们2个人相遇，就会有更多的连结。有些业要去清理，有些好的缘，有些未了的情也要去就是去发展。好，那这边呢是没有对象的朋友那么如果是当下有对象的朋友，好不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如果是当下有对象的朋友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你跟这个对象呢，当前是比较甜蜜的，比较相濡以沫的在相处。那么未来6个月，你们的感情会如何的发展呢？宇宙在这个地方首先出的第一张牌就是宝剑七。
这张牌呢，其实就是在考验你们啊。你跟他当前呢，虽然说相处的时间或者是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呢，你们却能够发展的很顺利。接下来的6个月，你们将会探寻一些相互之间没有说的秘密。OK， 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跟一个人的感情很好的时候，其实呢，那个时候啊，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缺点，或者是说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个人的全貌。我们大多数知道的是有关于这个人他当下给我们看到的那其中一点点他的自己。那我们也同样如此啊，在早期感情的这个相处当中，可能我们也是展现了那个最好的一面的自己给对方。那么再接下来走6个月，你们肯定就要去揭露一些小秘密，或者是关系要往深里走，有一些可能不能够轻易的在这个普通朋友面前暴露的方面啊，就会慢慢的揭晓了。所以我们这边第一张牌呢是宝剑七，看你们两个人要怎么样去揭开这些小秘密，怎么样去从这个相处的细节，或者是越来越多的相处当中看到对方，让对方看到自己更多的真实。我们当下的宝剑七啊，这个小动物它手上有7把剑，一把都没有落在外面啊，所以你看这个秘密啊，保守的是相当好的。但是同样的啊，我看到你们两个人也在渴望着那些不曾轻易被别人知道的自己，也在渴望着被对方知道，也在渴望着让对方可以看到自己更多的方面，更多的层面。因为你们两个人渴望着去摸索这段关系究竟能够走得有多深，究竟能够走得有多远。所以我看到啊，其实这段关系我们如果总结的话，就是这当下的一个甜蜜的关系将往深里走啊，将往深里走。那么怎么样往深里走呢？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圣杯五啊，圣杯五这张牌呢，其实我看到的能量更多的是在告诉我，你们两个人可能会聊到前任相关的话题。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这个感情当中会说这个前任的话题是禁忌的话题，不能说啊，不能聊的。但是呢，我看到啊，很奇妙的是，这个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隐藏起来的，不想让对方知晓的，也有可能就是有关于你们前任，或者是你们曾经感情里的一些经历和遭遇。OK， 这个是你们心里的伤，这个是你们心里的痛，这个是你们心里的小秘密，不希望对方知道，或者是不希望对方发现啊。但是呢，我看到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跟你跟这个当下的这个甜蜜发展对象啊，你们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有关于前任的话题，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你们曾经经历的一些不公平的、委屈的、伤心的、失望的一些能量当中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我看到是什么呢？你们两个人应该是相互彼此疗愈。有的时候啊，在谈及这个前任的时候，其实呢，如果这个人啊，他真的是非常爱你的，如果你真的是很相信他，或者是对方真的是相信你的话，有的时候其实是说一点所谓我们内心的脆弱啊，反而能够激起对方给我们的一些，比方说保护欲，或者是说能够激起一些对方对我们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了解。反向也同样如此，当对方可能谈及到他过去曾经感情的经历跟遭遇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爱他的，也许你会感觉到这种我们所谓的情感深深的连接在一起，跟他产生了共情，相当于你同情他，或者是你被他的所作所为所感动等等一系列的也就是说，你们在通过这些情感很深的过去的一些东西让你们两个人其实这个关系长出了新的火花，长出了一些新的连结，所以这段关系就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方向里面去加深，或者是去连结的更深刻。OK， 所以我们看这里金币五的能量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你跟当下的这个新的或者是相处的很好的这个人你们在感情的经历当中有一点像是患难朋友患难朋友，你们可能曾经的经历是有一点类似的，
或者是说在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里面，却有着类似的情感的一种，比方说，共鸣，觉得那样是不对的，觉得那样是不值得，觉得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有一种像是共同目标非常的清晰，或者是说有着相同的共同目标，有着相同的在感情里的渴望，有着相同的在感情里的认知，这样子的一种我觉得是通过你们的相处，通过你们的交流，OK， 碰撞出了这样子的一种很奇妙的火花。所以呢，你们两个人我觉得是在这种有一点像是共同疗愈的感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通过对方和自己的经历，你们在乘以多倍的一种效率就是让自己的心得到了疗愈。可能你们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比我更傻，可能你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有一个人比我曾经爱得更加的痛苦，爱得更加的深痛得更深，但是还是跟我自己一样，愿意选择相信奇妙，相信奇迹，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更好的。所以你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产生了共鸣，产生了连结，不仅仅只是当下眼前的甜蜜熟悉吸引力，而是你们通过一些可能痛点各自的痛点，或者是各自在情感或者是生活当中所经历的、所遭遇的一些事情里面，发现了这个人独特的魅力。所以你们在未来6个月感情走得更加的深了，因为你们是 sacred unity， 是非常神奇而伟大的连结。你跟这个人的缘很深。这边第一副牌的朋友有双生火焰的能量出现有双生火焰的能量，或者是灵魂伴侣。你们两个人的灵魂可能经历的一些课题是比较像的。最后呢，我们还有2张逆位的牌，第一张呢是宝剑2，第二张呢是火元素的皇后。其实当下我觉得如果是有对象的朋友，你跟这个人当下其实就是感情很好，觉得很舒服，觉得很舒心。可是呢，当你们经历了这样子的一段所谓的共同经历、共同疗愈以后，你们可能会发现这个人在自己的生命里意义非凡。你们可能会意识到，关于这个人，你们要怎么样去接下来走，要怎么样去跟他，比方说选择一条什么路，接下来去连接。你们可能会在这个地方下定决心，在这个地方直觉告诉你们，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他绝非一般的缘分，他绝非一般的人。而你们呢，也会开始从心里我觉得这个火被点燃了。我们看那个火，其实这边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应该是很温柔的人那在感情里如果真的认真的话，就如同加温了。你跟这个人当前有水，有很多的情感，可是这个水也许是冰冰凉的。你看这个水，你看这个石头，冰冰凉的，很清淡。但是呢，通过你们的这一段相处，通过你们这一段的疗愈期，共同彼此的疗愈，你们开始水要加温了水要加温了。你们开始在感情里已经有了，然后呢又经历了这样子的一段沟通，深度的沟通，深度的交流，去再一次确定你们的价值观，你们对于感情的一些认同。你看权杖皇后出现了，尽管是逆位，所以说6个月之后，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有可能会进入到加速期。OK， 这6个月的时间你们是相当于加深期。那过了这6个月的时间节点，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是加速期，你们开始火花非常非常的旺盛，而且你们的这种对于未来，对于你们的生活的共同目标开始有清晰的一个认同，你们开始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所以这段关系在未来6个月时间之后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快速的升温加速，就是感情进入到了高潮就这种感觉。所以说恭喜一下当下有对象的朋友啦，我觉得你们2个人在未来的6个月是有机会让感情走到一个更加深度的连接里。你会意识到这个人在你生命当中绝非偶然，你会意识到这个人他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绝非一般的缘分。也许当下你的这个灵性，你的直觉在告诉你，但是呢，未来的6个月是你去确定这个能量的时间点。你会在你们的相处当中，你在这个人的比方说人品当中，这个人的对待感情的想法当中，去确认你当下的
直觉告诉你的这个讯息。好，今天的最后一张牌。今天的最后一张牌呢，我们来抽一个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或者是建议，给当下的你，关于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我们来问宇宙，宇宙怎么说呢？好，这个是 Dance with Life 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去跳舞。第二个呢是雷姆尼亚。宇宙在这个地方呢给了2句话，第一句话呢是说，做一些事情去改变你当下的能量。第二张牌雷姆尼亚是在说，在地球上建造一个天堂，你可以，而且它正在发生。这2句话啊，我觉得宇宙其实呢就是在告诉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是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我们刚才看到，也许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你会对曾经的一个人，对他的感觉，对他的看法发生巨大的改变。你可能会跟这个人在未来6个月之后啊，有这个旧情复燃的机会，或者是说在6个月的时间里面，你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彼此其实是离不开彼此的。彼此其实是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人，不应该就此放手，不应该当下就放弃。宇宙在告诉你，如果当下你的状态不好，如果因为这个人你觉得自己其实尽管啊，我们在这里讲到逼自己走了，逼自己离开了，但是心里能量上还有他，那么宇宙就在告诉你啊，你要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去改变这个自己。如果你当下的能量是匮乏的，如果你当下的能量觉得自己好像缺失了很多，或者是说错过了很多的话，那你就要做一些改变跟调整了。宇宙在这里呢还在告诉你，如果当下有对象的朋友啊，我们在地球之上，但是呢我们却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能量去创造一个天堂，一个幸福快乐的天堂。有一句话在说啊，其实我们的人呢非常的厉害，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在里面都有一个宇宙。如果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天堂，我们就能够在眼前显化出天堂。如果我们的内心是地狱的话，那么也许我们眼前看到的全都是恶魔和魔鬼。所以呢，当下我觉得对于已经有对象的朋友来讲，宇宙就是在告诉你啊，我们可以在地球上创造出天堂。你要相信这个能量，你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当下呢正在发生。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的能量其实是很关键的，是很重要的。你的内心所产生的一些情绪，或者是所产生的一些镜像，你要去能够内观看到它们，你能够从你自己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景象，你的显化能力是很强的。无论当前你是有对象还是没有对象，你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心理的改变，从自己内在的一个景象的改变，你状态的一个改变，去改变你眼前的一个状态，去改变你眼前的关系，去改变你眼前的感情生活的状态，让你的感情生活是我们自己让自己的感情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变得充满魔法和奇迹。请你相信自己。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所有的讯息和内容，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也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美梦成真。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粉色的水晶，好，放在这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啊，是要来看一下，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你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今天呢，我会为大家分别来连接，有对象的你和目前没有对象的你，你的感情生活分别会是如何的发展，或者是说有怎样的改变呢？好。在我们今天呢进入到塔罗抽牌之前，我想先为第2副牌的朋友抽出我们今天的指引牌。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会是如何的？感恩宇宙。
宇宙，请你告诉我们哦，未来6个月，第2副牌的朋友，你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呢？哇，第2副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 reaching your destination， 到达了你的目的地。他说你的光会闪闪发亮。第2副牌的朋友，你会到达你情感的终点呢，reaching your destination。那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朋友在前段时间你们在旅途的过程里，可是呢，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你有可能会到达你心中的彼岸。如果你在感情当中正在蜕变，那么6个月的时间，你将蜕变完成，你将以一个全新的形态来到你的感情世界里。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如果说你当前是有对象的话，那么这个终点或者是说一个节点的地方就是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里面，你跟对方可能在关系里会看到这个目的地，会看到你们2个人心中共同的城堡。所以这6个月的时间对于你的感情生活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旅行，这是一段很美好的日子。OK，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就好像是离终点不远了，离幸福很近了，离蜕变离成功很近的感觉这段旅途，这6个月的感情生活的改变呢，并不是在灵魂的暗夜当中去行走，并不是说在漆黑的地方去摸索，而是通过这样子的6个月的时间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将迎来自己的曙光，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希望的地方，终点。那么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我感觉到这6个月的时间里，你的感情生活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你们可能会遇见一个人，你们可能会发现一个人，你们在跟这个人的比方说连结，或者是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了你们想要的，找到了你们喜欢的，找到了你们觉得心中的归属。所以这个能量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是一个惊喜。对，抽到这张牌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开始了。我们今天从哪里开始？今天呢我们首先来抽取2张塔罗，我们来看一下属于第2副牌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来做能量验证的嘛，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的能量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来自当下属于你的讯息和资讯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塔罗做一个能量的验证呢？我们来问一下宇宙。第1张牌是金币五的金币五的逆位，差点就说成金币五的改变了。对，因为这张牌是有关于改变。这张牌呢，我连接到的就是说，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心态变了。对，你们的心态变了，你们的心态可能会从原来的缺失改变成了你当下的感恩。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你们已经对很多事情有了你们自己的总结，有了你们自己的体会，有了你们自己的结论，已经不再会被眼前的所谓的镜像迷惑，而是你们更加懂得如何来用我们这个世界里的秘密世界吸引力法则，为自己吸引到最好的能量，为自己吸引到最好的情缘。而这个改变，这一切的变化，其实是你自己内心里的改变所形成的。所以呢，在这样子金币五的逆位里面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经历了所谓的情感的课堂，上完了课，你们已经通过了考试，你们已经懂得了自己在情感关系当中那些不可取的，那些不对的，那些不正确的一些想法和心态。而你们接下来的这个旅途一定是非常精彩的。在这样子的改变和蜕变过程当中，你们将真正吸引到属于自己的伴侣，真正的陪伴对，心灵的归属。好，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金币五的逆位当中，我听到的讯息就是说你可能对于自己身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就是说可能原先呢对于这个人有很多的不满意或者是说觉得他各个方面有很多的地方不成熟、不完美、不够好。可是呢，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你可能会发现其实
就是说对这个人开始有所宽容，然后呢可能会有一点放下，有一些原谅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些想法也是通过自己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应该会有所好转，或者是说你跟这个人的关系近期应该会越来越好了。对方呢应该能够从你的能量的变化当中感应到了这种所谓的能量频率的提升，而当你自己的心开始解开，开始去愿意跟这个人啊重新的互动，重新的连接，那么我相信呢，这个爱你的人，或者是当下在你身边左右陪你的人，也会随着这个能量的改变，状态也会越来越好。所以我看到金币五的一个逆位就感觉到是这个暗夜终于走完了，这个寒冷漆黑的日子终于要过去了。而接下来呢，在等待着第二副牌的朋友接下来的这6个月的感情生活将会是迎来新的曙光，迎来下一个循环，下一个周期好，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我这边翻开了2张这边呢我抽到的是权杖10的一个逆位，然后呢是战车的一个正位。这2张牌呢是这样子的，有一部分第二副牌的朋友呢，我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下这个呢不一定完全是对应在感情，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比方说责任工作学习对吧？课业等等我看到就是说近期你们正在为自己解压的过程里，你们慢慢的在放下一些责任，慢慢的在放下一些压力当然了，这个责任呢是这样子的，不是说逃避责任，而是说有些责任就是说当下可能要去承担，可是呢有一些责任可能没有必要一定要自己来扛，或者是一个人来扛。我觉得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心态其实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改变，从而呢你们会有所取舍，从而你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就是非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吧？你必须得成为别人眼中，别人心目中，别人口中的那个完美的人，你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口碑而让自己累死。所以说你们可能会有所改变在生活当中重新去安排，重新去整理，找到生活当中那所谓最重要的1、2、3件事，1、2、3个人，来让自己的能量呢有所调整。所以呢你们才能够腾出空间，腾出时间来让自己做一个疗养，来把最宝贵的时间和生命留给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当下在为自己解压，慢慢的让自己放轻松，慢慢的让自己调整生命里生活中的一个节奏。所以这样子的能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看到最后的一张牌是战车，那么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调整和能量调节的过程里，很多朋友都能够真正的去掌控自己的生活，从而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么在战车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得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在近期的一段时间，你们真的辛苦了，你们真的非常的努力。这所谓的成功，这所谓的好转，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突然而来，而是通过你们真的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在摸索当中，或者是说在摸爬滚打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希望之路你们再让自己好起来，再让自己的生活整体的变得更好，从而呢在感情的这个生活里特别是有对象的朋友，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将迎来这个真正的成功。这个战车怎么样让2个人可能是方向不太一样的灵魂和个体找到你们的那个共同点，找到你们的共同的目标，从而这段关系将在未来以一个全新的姿态，以一个全新的效率和速度往前奔跑。那么如果是完全没有对象的朋友呢，我看到就是说在你目前的这个能量调整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将看到如何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如何去控制自己的心态，如何在你生命当中，无论是有对象还是说遇到了暧昧对象、暗恋对象，别人给你介绍的对象，怎么样去有所取舍，怎么样去做出自己心中的那个选择，你们将更加的有把握，你们将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原则底线，
更重要的是更加知道自己的心中那个方向在哪里，自己在感情当中真正追寻的什么才是最关键，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能量验证啊，这个是我读取到第2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和讯息。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预测，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我们首先来抽一张这个神谕卡，好，请宇宙给我指引。选择到第2副牌的朋友啊，来，我们抽到的是3号牌，这张牌是数字3，有关于创造。那么宇宙给出的关键词呢是时间。这张牌很有意思啊，宇宙说时间将会是第2副牌的朋友未来6个月你感情运势的一个关键字啊，时间。很神奇的一个能量。时间呢，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在等，或者是说你们曾经在熬，你们曾经呢在一个，或者是跟时间赛跑，又或者是说在争取着时间。那么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时间呢应该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时间呢应该是有利于你的。当我们去看向时间的时候，其实时间本身它也是运势当中的一环。因为有一句话是说，在错误的时间遇见对的人，那么这段关系可能也没有办法啊，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可以走在一起。可是呢，如果我们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的是正确的人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就很有可能啊发展的很好，并且让你们的关系持续的很久很久。所以说啊，我看到可能这个能量出现啊，我觉得第一个，有些朋友啊，也许你们曾经是在比方讲错误的时间遇到的就是那个对的人，但是呢，因为时间的不对，两个人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在那个地方那个时间点在一起。可是呢，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啊，时间呢对于你们来讲是有利的，时间呢会为你们工作，会为你们带来好运。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抽牌，看一下啊，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第一张牌是吊人的逆位，这张牌呢在告诉我时间到了。OK， 第2张牌，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圣杯10啊，真的是跟我们的这个指引牌能量非常的一致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牌，世界。好，感觉到这段关系啊，有些朋友要修成正果了哦，恭喜你们哈。好，来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呢？ Justice， 哇，好多大牌，这个是你们未来6个月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阶段啊。来，这个是宝剑1的逆位 ，OK， 最后一张牌是金币皇后的逆位，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第2副牌的朋友，未来的6个月时间，你的感情生活究竟是如何的啊？那么，这一副牌组的朋友呢，我可能会先为这个当下有对象的朋友先来做一个解析啊。如果你当下有对象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未来6个月的时间啊，你跟这个人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呢，如果你有对象的话啊，我这边感受到的能量是在讲，其实你跟这个对象的关系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其实走的并没有很顺利啊，其实是这个感觉。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如果你有一个对象的话，其实在过去啊，不是未来，是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你跟这个人其实走的没那么顺利，甚至是你们两个人走得很辛苦。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就算感情不错的话，也许生活当中也遇见了一些困难，或者是遇见了一些挫折啊，犹如在考验你们，或者是说让你们的这段感情啊经历一些所谓的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呢看看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样去面对，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所以你们可能遇到的事比较多，遇到的挑战，遇到的一些难题，遇到的一些可能转变啊，都会是比较多一点的。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面呢，我看到的啊，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呢其实会让自己就是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像我刚才讲啊，其实你们已经开始有所领悟了。在一段比较难熬的、比较艰苦的日子里面，或者是关系有一点卡，不是走得很顺利的时间里面啊，你们可能会想得更多，你们会体会得更深，你们会有所领悟的啊，更加的就是有所感觉吧。那么在这样子的能量之中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其实心里已经想好了，就是说不能够再像原来那样子继续下去。如果真的让这段关系走好的话，必须要迎来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并不是说逼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是说通过自己的改变来影响他，来让这段关系以一个最积极、最健康的方式啊转变，或者是转型它的形态。所以有些朋友啊，我看到是你们可能觉得有些事情啊，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曾经就像是绕进去了，绕到泥潭里去了，绕到沼泽里去了，怎么绕都绕不出来，越挣扎越痛苦，越挣扎啊越是感觉不到这种幸福，越是看不到希望。所以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里，首先你们其实是自己有所觉醒，你们自己开始发现这个关系再这样继续下去，以当前的相处方式下去的话，肯定不可以。所以我看到你们在改变自己。这个改变自己啊，并不是说选择一个什么样子的路线啊，委屈自己，或者是说让自己妥协。其实恰恰相反呢，我看到是你们从这种所谓的感情的课堂当中啊结业了。你们看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关系里很简单，就3个字，叫做算了吧，就是不用去纠结所谓的谁对谁错，不用去纠结所谓的过去究竟你怎么对我，或者是你不应该那样对我。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就是仿佛从这个关系当中跳脱出来，从这个挣扎，从这个所谓的难题当中跳脱出来，学会包容，或者是学会理解，学会放下。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可能会感觉到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感情的生活当中自己很苦，自己很累，自己感受不到那种幸福和甜蜜，所以不愿意再像原来那样子去想，不用再像原来那个样子去要求他，或者是期待对方，而是让自己跳脱出来，选择一种更加轻松的方式，把能量收回来给自己啊，去关注自己。比方说为自己好好的做顿饭，并且呢给对方也尝一尝，给对方也分享一下，把原来的比方说抱怨这个他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变成其实无所谓，还是看向他毕竟做了，而不是说做的不好，对不对？他做了就表示他心里有你，他做了就表示他还在乎着。所以呢，这种心态的调整跟改变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真正的感受到了，真正的领悟到了，就是有些事情真的没有必要再纠结下去啊。所以这个吊人的逆位第一个能量就是在讲，你们选择算了吧，你们选择不再纠结，你们选择去看向这个更远的、更大的一个关系的本身存在啊，而不是纠结每天眼前里的那些琐事和小事。所以呢，很多朋友啊，其实如果说你过去跟这个人你很纠结，你觉得你跟他相处的很疲累，你觉得这段关系你看不到希望，那么我看到的能量情况在告诉我，未来的6个月你有可能，你非常有可能和这个人的关系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当然看这个能量是你自己是有所改变的，对方会不会不变？不，对方也会变，对方会通过你的改变而改变。甚至有一些朋友，我看到是对方有所领悟，是他开始感悟到了，他开始更加的珍惜你的好，他更加看重的是你其实做这件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对方呢，可能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关系当中啊，就是说他也觉得他自己很苦啊，对不对？你们可能是相互在折磨彼此，相互呢在不给对方啊快乐和幸福的日子，就是在我们所谓的有的时候在关系当中，可能我们也蛮容易去针对那个人的啊。所以呢，我看到是你们2个人其实是在相互的放下，你们心里很清楚，其实一直以来陪伴你们的人都是他，对不对？你能看到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陪伴你的人是他，对方也能够看到，其实就算这段时间再苦再累，那陪伴他的人不还是你吗？所以你们两个人就像是苦日子过到最后实在过不下去了啊，或者是说这个苦当然不是物质上的啊，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可能是这个精神和情感里的，你们可能都受不了了，都觉得这个关系不能再这样了，所以说两个人都开始去转变你们的这个想法，转变你们的看事情的角度啊，所以你看你们的关系将迎来的是圣杯10，这张牌是在讲你们很快乐，你们觉得生活很美好，你们在感情当中有更多的包容，有更多的爱了，你们的心轮终于被疗愈好了，你们的心轮终于开始转起来了，所以你们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对方对自己的真正的关怀，对方对自己真正的关心，以及对方其实在表达爱的时候他所用的特别的语言是什么。那么同样的，你也能够去给出你最温柔的，或者是你最有责任心的那种爱的表达和爱的一种表示吧在这个圣杯10这边，有一些朋友呢，其实在这个家庭关系里啊，包括孩子，包括父母相关的问题，包括金钱，包括家里的开支，包括生活里的等等一些情况啊，我都看到你们在和乐融融，非常的和睦，非常的幸福啊，生活被你们安排的井井有条。而这个能量的转变是从家庭里的这两个大家长，也就是你跟他之间的改变，从而发生的变化。那么有些朋友呢，如果当下还是在谈恋爱，也还没有进入到这种稳定关系里啊，我看到在你们经历了这样子的一次所谓的痛苦，然后呢，你们两个人把这个痛苦转变成快乐和幸福之后，你们将看到其实你们是属于彼此的。也就是说，你们看到的是这段关系啊，不仅仅是因为有情感的时候，有激情的时候两个人可以相爱，而是在生活本身的这种磨砺当中，你们仍旧能够转化，你们仍旧能够幸福的联手啊。所以你们看到是这段关系不简单，这段关系的深度和价值还有意义不简单。所以有些朋友呢，其实是在这种所谓关系里的暗夜当中啊，看到了对方对自己的真心，以及你自己对这段感情的用心。所以有些朋友，我看到你们的关系将在未来的6个月，特别是3个月的时间点啊，可能会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型，你们可能会给出一些承诺了。如果这段关系以这种恋爱的方式在进行着，那么我看到6个月的时间，特别是在3个月时间左右，你们将突破这个关系的一个结界，你们将来到一个新的阶段啊！这个新的阶段，你们将看到的是一个更加完整的感情关系，一个更加充满着承诺和责任的感情关系，一个更加好像是朝向着那种我们看 reaching your destination 一段关系的这种从相识、恋爱。经历一些事情，最后下定决心。这个下定决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经历了事情以后发现不适合，所以离开。可是有些关系呢，是因为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发现就是他，所以最后走到一起，给出最后的这个所谓的把我的世界给你，你的世界给我。所以这张牌世界是一个非常好的成功的完结篇，就像我们抽到的这个 reaching your destination，已经快到终点了，这段关系已经快修成正果了啊！所以呢，如果有朋友在这边拿到了这个终极的表白，拿到了终极的承诺，或者是得到了这个人的求婚和订婚，或者是你给出了你的承诺，恭喜你啦！你们的关系要修成正果马上就要修成正果。所以我看到是其实特别是如果当下如果是这个感情关系当中就是有对象的朋友这未来的6个月时间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美好。你们将看到的是一种转型，你们将接到的是一种好运。你们和这个人的关系呢，可能会迎来你们的新的一个开始。这段关系将变好，这段关系将变得顺利，这段关系将让你们两个人看懂感情当中你们需要怎么做，如何做，怎么相处，如何相处才是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好，
那么这边呢是有感情的朋友啊。那么我们看最后的一些牌卡，这里有 Justice， 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呢权衡了左右，权衡了利弊，看清楚了这个人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良配，那么就会下定一个重要的决心。刚才我讲过，这个决心，这个决定有可能是给出承诺，有可能是表白，有可能是订婚，有可能是结婚，对吧？所以这里是 Justice。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2张逆位的牌卡啊。那么对于当下有感情的朋友呢，这2张逆位的牌卡其实它的能量并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而是说你们两个人在给出承诺之后，因为这个6个月时间它是有一个时间轴线的嘛，所以这个 time时间是会有利于你们，你们也需要在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继续的往前。所有的终点都不是所谓的结束，所有的终点其实就是打开下一段旅途的钥匙。那么我们这里的宝剑1和金币皇后的逆位预示着你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在这个全新的开始里面，你们将遇见更多有关于生活，有关于日子小日子这样子的一些话题。当然这个能量将会是你们慢慢在接下来的一段旅途当中继续去探索，继续呢去可能是working on 的一些能量包括比方说谁照顾谁呀，对吧？身体方面的健康包括你们接下来生活的安排呀，要不要去有孩子对吧？孩子的健康和教育等等很多的话题都会是下一个阶段的重点。那么有对象的朋友你们下6个月的时间的重点是跟这个人真正的到达目的地 ，OK？Reaching your destination 是重点。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接下来的新的生活，你们再慢慢的开始，慢慢的去计划，慢慢的去安排就可以了。好，那么我们讲完了已经有感情对象的朋友呢，我们重点现在来看一下现在没有对象的朋友。那么没有对象的朋友，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又将是如何的呢？我这边看到了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你的感情生活将是怎样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你呢会回到你的家人身边去，好不好？如果说你当前没有这个对象我感觉到非常强大的家庭生活的能量在你未来6个月的感情生活中出现了。可能有些朋友感觉到近期你的生活里遇见了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人，不是特别好的事你也会觉得非常的累，非常的烦。那么在你当下的一种调整过程当中呢，你再让自己解压，再让自己释放，再让自己重新去掌握或者是支配自己的生活。也许有一段时间没有对象的朋友你们可能觉得生活被别人安排着，比方说时间被别人安排着，生活被别人安排着包括吃饭什么，可能时间就都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掌控那么你们的身体健康你们的情绪对吧？可能你们还会感觉到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为自己的情感，为自己的这个情感生活去做一些安排。工作太忙，学习太累，压力太大那么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呢，我看到首先你们将会做一个调整。如果你想去接触一些非常好的，比方说情感的缘分的话，那么你自己的状态首先要是好的，对不对？因为你需要的是，或者是你想遇见的就是一个状态很好的人嘛。那你状态不好，你去遇到一个状态好的人，不就又变成了错误的时间遇见对的人了吗？所以说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做你们自己的一个调整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说让自己好起来，这是第一个能量。所以我看到第一个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有所抽离也许你们会让自己的工作重新做一些调整，比方说不再让自己在那么压力大的岗位当中，或者是说给自己放个小假或者是说让自己可以不在那样子的环境和心态当中去生活。因为我这边看到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是就是生活里面，工作里面学业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苦，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是过得不随自己的心愿所以说你们其实第一个能量的重点就是让生活本身重新掌握在自己的这个手中，这个是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当你们开始重新去安排自己的时间，重新去比方说改变自己的心态，去跟这些人接触了以后啊，你们会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留给那些真正关心你的朋友，或者是说家人。所以有一段时间呢，其实来自于第2副牌的朋友啊，如果你没有对象的话，我觉得你们首先会做一个自我疗愈。这个自我疗愈呢，就是让自己重新回到有爱的环境当中。也许你们目前所经历的，你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就属于那种竞争很激烈啊，或者是大家很冷漠啊，或者是大家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啊，就没有那种互帮互助的情怀。所以你们首先要感受到爱在哪里。所以很多朋友都选择的是让自己抽离，然后回到爱人身边。这个爱人就是你们的家人，或者是你们视为家人的人，还有就是你们的朋友，一个你们非常熟悉的环境，让自己可以充电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们将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你们将感受到非常非常多很快乐、很幸福、很美好的事情。在那里，你们将看到，其实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全世界啊，需要的就是这个爱。所以我看到这个世界牌呢，其实也在预示着，当你们的这个念头转向以后，开始不再去纠结这些，比方说压力啊，或者是改变你生活当中的一些负担，甚至是我看到有些朋友甚至是会改变你的工作啊，因为你的工作可能会拖累你非常的严重啊，可能你会觉得说这个工作我不值得这样为他，或者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你的环境当中的领导或者是这个老板，你觉得你不值得跟他这样效忠。所以我看到你在情感当中的改变，其实是跟你自己本身的生活是有很强烈连接的。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可能会就是真的会离开这个环境，如果不是真的离开，也至少会让自己就是短时间的抽离，或者是通过一种改变来释放掉这种不健康的一些energies。 所以你看，你们在做一个非常强大的疗愈，这个疗愈呢，其实也会让你们在人生的前一个阶段啊，到达一个终点，世界牌。有些人呢可能会退休这个退休不是说就是说真的就像我们讲的我再也不工作了啊，可能有些朋友会选择一种更加轻松的方式去工作或者是生活。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必要再在那个环境当中去拼了，可能你们会选择一个更加轻松的岗位，或者是说选择给自己上班我们所谓的这个 self-employed， 或者是说开始经营你们的兴趣爱好，对吧？或者是开始从事一些创造创意，对不对？所以6个月的时间，接下来6个月时间，这个时间对于你们来讲非常的宝贵。你们呢将在心里看到你们心中真正的目的地，因为你们回到了家人身边，你们回到了自己就是爱自己关心人的身边，你们就会领悟到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才是最关键的，究竟什么样子的人呢，或者是说什么样子的关系是你们觉得你们喜欢的。有些时候我们去追寻的东西未必是我们心中喜欢的，我们想要的，有可能我们的追寻是因为社会告诉我们那是你该走的路，或者是说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外界环境里面，别人告诉你那样是对的所以你去追，所以你去做。可是呢，你经历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做的不快乐，你做的不生欢喜心，你做的很累。那么当你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那未必是你想要的那未必是你想要的。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去开店有些朋友可能真的就退休了不用再做了，没必要，对不对？那么时间对于你们来讲很重要，非常的关键。你们将在一段时间，特别是前3个月的时候，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真正心中想要创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景象，它更多的是来自于你心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镜像。也就是说，很多朋友在3个月的时间里，你们会重新向宇宙下一个新的订单是新的订单，你们会做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非常非常重大的决定。你们可能会权衡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些朋友我这边看到就是说，也许工作把你们冲击的就是没有时间谈恋爱，或者是说生活把你们压的根本就没有喘息的机会去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所以呢，你们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重新开始。
那么这个重新开始的能量啊，在未来的6个月将为你酝酿出来。我这边看到了一个非常关心你的人，对你非常好的人，他会在你身边跟左右，但是这个人的能量属于地下的啊。什么叫地下呢？就是这个人的能量还没有真正的出现。这个人属于那种你跟他之间认得，你跟他之间可能是在新的这个道路当中啊有所接触，但是你未必能在6个月的时间里看清楚这个人跟你的缘分。因为这个人他在你身边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比方说合作关系啊，或者是说你跟他之间是一个认识的朋友啊，或者是在你去创造，比方说兴趣啊，或者是你去玩你的兴趣爱好当中啊，你会遇见了一些新的朋友。但是呢，你不知道的是他跟你的缘是怎样的，因为这个能量会慢慢的打开。那么在6个月的这个时间节点当中，他还不会真正的让你看见你们的缘的能量还没有真正的凸显出来。所以说第2组牌的朋友，如果当下你没有对象的话，我看到是你首先要让自己好起来。如果说你曾经啊，比方讲啊，因为我看到这个能量，如果你曾经在错误的时间遇见过对的人的话，可能那一段缘你们没有真正的走到一起，也是因为生活所迫。那么这一次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将改变这真正的所谓的宿命啊，你们可能会让自己真正的变化，不再以那种方式去生活，因为那样子的生活可能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去拥有幸福的生活，也就不用去谈所谓的幸福的爱情了。你们需要的是改变自己啊，所以说我看到这边 reaching your destination， 其实这个 destination 这个目的地是你自己的目的地，你要去看到这个人生的篇章需要如何的在自己的手中，我们所谓的让它完结世界牌，让它成功的进入到尾声，从而可以让自己开始新的人生的旅途。而在这个新的人生旅途当中，我看见了这个变化，宝剑一出现了，金币皇后出现了，这个决定绝对不好做。因为我看到第2副牌的朋友啊，相当于你可能需要去放弃一些你已经拥有的安全和舒适，你可能需要去离开一些你当前所拥有的名誉、荣誉、权利、岗位等等啊，你们可能会做一个比较大的调试。因为我看到了世界这张牌啊，它所预示的是很长的，以10年为计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部分啊。这张牌很少出现的，这张世界牌。而这边你看你的大牌能量很多，吊人牌 Justice， 对吧？我们这边出现了3张大牌，所以我感觉到有些朋友啊，你们可能生活当中真的有一些地方你们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战车，你们在真正的去调整，真正的让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你看这边啊，金币皇后的逆位和宝剑一的逆位，我是感觉到有很多的朋友，你们在未来的6个月时间，特别是在最后的4个月、5个月、6个月啊，后3个月，我觉得你们会开始新的路，会开始筹谋和计划自己新的选择、新的方向。那么在那个地方，你将非常有可能和有机会遇见一个真正属于你的、真正跟你有缘的。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很成熟的、很稳重的一个对象，而这个人跟你的缘分也非常的不简单，因为这个缘它呈现的方式很慢啊，很慢。所以说，对有些朋友啊，你看时间如何利用好未来6个月的时间，让自己去做一个改变和调整，让你跟这个人在对的时间去相遇，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正确的时间遇见正确的人。那么你不需要再遇见很多的情缘，只要遇见这一个人，抓住他，你的感情生活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好吗？这边是没有对象的朋友。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抽一张这个Work Your Light 最后一张牌，我们来送给第2副牌组的朋友啊，我们来听一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引和建议给你。感恩宇宙。这个是这张牌啊，这张牌就是女战士啊，这就是女战士啊。可能很多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不是比较厉害呢？
对，虽然可能这边也有一些男性的朋友啊，但是我觉得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这个能量当中，宇宙已经在告诉我，你们其实是非常勇猛的战士啊！你们能够去为自己的权益去捍卫，你们也能够去为自己的生活啊，为了自己的目标，为了自己内心和灵魂所追寻的这个destination 啊，去努力，去做决定，去展开。宝剑的能量带有锋芒，它不仅仅只是说新的开始，而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划破这个结界。划破结界意味着过去的东西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可是呢，如果不划破，没有办法突破这个结界，没有办法去来到一个新的世界，去看到新的景象和新的生机还有可能。宇宙在问你啊，你有没有在回应你灵魂深处最深层次的召唤呢？所以这张牌啊，我觉得它的这种 calling 的能量不仅仅是对应在我们所谓的感情，当然感情肯定也有啊。我觉得这个 calling 也在对应着你们自己的生活，你们自己的日子。只有让生活真正朝向的是我们灵魂所召唤的，我们灵魂想去体会的那个方向，我们才能够在那个正确的道路当中遇见正确的人。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个轨道，也许我们一直都会有所遗憾，也许我们一直都会埋怨和抱怨没有遇见对的人，可能那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走在自己灵魂所指的正确的道路和轨迹当中。好了，这里呢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为大家连接到的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帮助到你。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提前祝你们好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绿色的萤石。好，那我放这里。今天呢，我要为大家连接的这个能量啊，是要来看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今天呢，我会分当下有对象以及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看一下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跟当下的这个对象发展如何，或者是说，在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有如何的重大改变。那在我们今天进入到这个能量连结之前呢，首先我们来抽出第3副牌组的朋友，今天呢来自宇宙给我们的一个指引。我们来问一下宇宙，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会是如何的？感恩宇宙。好，宇宙告诉我们哦，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会如何呢？我们抽到了 Miracles 奇迹，他说的是期待神奇的出现那看来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就是一定会出现一些让你觉得当下没有真正安排，也没有真正心里有所期待的，可是却很美好的事情会降临在你未来6个月感情生活当中。OK， 那么这张牌呢，我们看到这个基尼拿着这个阿拉丁神灯呢，它是有求必应的，对吧？所以说我感觉到当下的这个能量，有很多的朋友如果说你目前心里比方讲有一个很想实现的心愿尤其是当你面对自己的感情生活的话，但是你又觉得可能好像不太现实吧，或者是说不太可能吧，对吧？你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那未来6个月的生活，宇宙可能会让奇迹出现在你的生命也就是说你当下心中觉得不太可能吧，不太现实吧，或者是你觉得说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呢又是你心里真正渴望的宇宙呢可能会把这样的人，这样子的情分，这样子的缘分带到你的生命，让你相信宇宙的伟大，宇宙的神奇，我们这个世界里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就是轻易的能够理解的。
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无论当下你是有对象还是没有对象啊，我都能够感应得到，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会出现美好的惊喜。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呢，首先来抽一个能量的验证吧，好不好？在我们进入到连结和预测之前，我们首先还是来验证一下啊，来自第3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啊，宇宙给出的指引是什么呢？好，宇宙告诉我，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是怎样的呢？你们的能量是如何的？哇，好。这边啊，这个能量非常的具体啊，恋人的逆位和圣杯9的逆位。这个能量呢，在告诉我，第一个，有些朋友啊，在感情里啊失望了。有一部分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属于对感情、对爱情比较失望的族群，不再相信爱，不再相信这个爱情它是美好的。那这个能量呢，对应的是，也许曾经你遇见过情感的骗子。当然了，这个骗子呢，他也是打引号的，不一定说就真的是那种骗子啊。但是呢，有可能这个人呢，在感情当中没有对你真正的坦诚，或者是说这个人呢，在爱情当中给了你不好的经历，所以呢，因为这个人的存在，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导致你对爱情本身有一些怀疑。还有一些朋友呢，我看到啊，稍微严重一点的，就是说曾经在这样子的一段感情里面，你付出太多你的真心，你所有的爱，所以呢，当这个能量出现一些偏差了以后啊，你可能会有一点感觉到自己的世界有一点逆转的感觉，可能有一点怀疑啊，怀疑所谓的人生，怀疑所谓的人性。在圣杯9的逆位当中，我感应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已经开始有一点怀疑自己了啊，有点怀疑自己，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不够优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或者是说自己是不是接下来就再也不会有美好的爱情，而这美好的爱情它是属于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啊。那么我看到所有的这一切负面的情绪，所有的这一切负面的想法，宇宙呢将会在未来的6个月里面啊，我觉得是颠覆你的想象。因为我看到其实来自于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非常可爱、非常勇敢的人啊，尤其是面对感情，而且呢，你们其实在心里非常的渴望爱。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当下不太想去承认这个能量，或者是你听到这个信息觉得非常的刺激啊，因为你可能曾经已经使劲的让自己放下对爱情的期盼，使劲的让自己放下所有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期待嘛，对不对？没有期待就没有所谓的失望，可是呢，生活啊是需要一些希望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所谓的 Monday life 啊，这种平凡的世俗的世界里面啊，我们还是需要心中带有光，心中带有希望的。无论生活给我们怎样的打磨，我相信很多来自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心里是有爱的，而且这个爱的能量是非常强烈的。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在讲啊，爱的越深，恨的就会越深。如果爱的能量很弱的话，其实恨的能量也不会如此的强烈。所以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第3副牌的朋友，其实呢，你要相信的是，你是一个有能力爱的人，这本身就是非常我们所谓的 powerful， 对吧？非常的有力量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宇宙给你的所谓的天分的赐予。那么这个能量你要如何的去把控，如何的去为己所用，如何的让你的光在我们的地球，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呈现它最美好、最应该有的一种形态呢？我觉得这个能量你们可以去思考啊。当然呢，无论如何我都看到了，宇宙一定不会让你的光芒暗淡下去，因为你来到我们的地球，你就有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宇宙接下来的6个月就是让你的光芒绽放出来，让你再一次看到啊，生命是有希望的，生命值得你去为它我们所谓的发光、发热、发财。那么奇迹会让你改变，奇迹会让你改变当前的想法，奇迹会让你改变对当前生活的态度，这个奇迹的降临会让你改变你对爱情的
执念，好不好？我觉得这边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相信，好不好？一定要相信啊！来，接下来，好，这张牌吧 ，Temperance。这张牌呢是在讲moderation 中和，或者是说以一种比较中性的方式对。那么这边我觉得 Temperance 出来以后呢，就是在说有一些朋友对待感情现在是非常非常谨慎的，非常非常小心的，非常非常的，就是说让自己呢，怎么讲就是说可能会没有以前那么的冲动了吧。没有以前的那么的把自己的热一下子燃烧或者是把自己一下子就掉在爱河里面不会让自己再有那么强烈的爱情所谓的对就不让自己一下子烧得太狠所以这个 Temperance 呢，很多朋友开始已经学会了所谓的感性和理性的中和，感性和理性的一种调配。你们看待事情、看待事物，已经能够懂得怎么样去中立的，对吧？听从自己的心声，中立的去判断现实和事实里的一些数据所以说 Temperance 这张牌其实很好。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过去所经历的，它也是相当于助你成长的一个契机。当然了，这个能量的来临，或者是这个能量的出现，可能会让你非常的痛，或者是让你非常的恨。但是呢，请第三副牌的朋友相信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地球呢，它确实是有两极的能量，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两极的能量，所以说好也是一定存在的。那么宇宙当下呢，我看到这个奇迹的出现就是希望你能够去看向这个所谓生活的另外一面，一个更加积极、更加美妙、更加带有神性的一面。因为这张 Temperance 能量呢，带有这个 spiritual guidance 的这个意味也就是在讲，其实很多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也已经开始更加的，比方说成长，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明白，比方说来自于你自己内心，你与高我连结，你与指导灵，你的守护天使连结，他们给你的那些暗号，他们给你的那些讯息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这个地方的 Temperance 呢，在告诉我很多第三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当下在被好好的、重重的、厚厚的保护着。这个保护的力量其实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光环，也就是你的守护天使、你的指导灵、你的高我，他们在另外一个维度在守护着你，在保护着你。那么他们为你激起的这个能量，就是让你在未来的6个月看见奇迹跟美好，并且他们也会指引你指向这个奇迹的方向。好，那我们讲到这边现在呢，让我们来连接一下。就是说未来的6个月你的一个感情生活，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是什么呢？我们来做一个预测。超宇宙星际告诉我，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未来的6个月，选择到绿色萤石的朋友，你的感情生活来自宇宙的指引，感恩宇宙。好，我们今天应该是2张牌了这个是卡利女神和 Metis，OK，一个是 Liberation 自由，一个是 Wisdom 智慧。我们这边分别对应的数字能量是数字8和数字9，代表着成长以及我们所谓的成功。好 ，Liberation and Wisdom，OK。那首先呢，我看到是这个其实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有2个关键词了。那第一个呢就是自由。
我觉得有些朋友啊，在这个恋人的逆位之下呢，我看到了一点点这种带有恶魔的感觉啊。也许曾经的这个爱，让你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痛，或者是更多的是一种遗憾。宇宙呢，希望你从这样子的一个不是特别积极的心态，不是特别积极的想法，不是特别积极的一个念头当中啊，可以自由和释放掉自己。未来的6个月啊，首先呢，我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以一个更加自由的心态去爱，以一个更加自由的心态去生活，有点像是给自己自由，或者是还自己自由。这个自由并不是我们意义上所说你能够去哪里，或者是你不能去哪里，这个意义更加是在讲你精神上的一种自由，放了自己，原谅自己。放了自己，原谅自己。当我们还在纠结别人和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纠结自己，因为我们去纠结别人，我们就还在跟这个人的能量发生着连结。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去放下，或者是给自己自由的时候，我们才是真的让自己就是放飞自我的感觉了。也就是说，不再被这个能量所牵绊了，对吧？因为这个能量相当于已经是在过去了。过去已经发生，它就不再是当下，它也不会是未来。所以说我看到第一个能量就是自由、呼吸、轻盈，对吧？快乐。第二个能量呢是智慧这个是智慧。所以我们现在来连接一下，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来预测一下未来的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是如何的呢？好，宇宙告诉我，第1张牌圣杯7，第2张牌金币3的逆位。第3张牌是权杖骑士的逆位，权杖9的逆位。好，我们这边逆位比较多这个是宝剑皇后的逆位，最后1张牌，圣杯2的逆位，未来6个月你的感情生活。好，那我就先来讲一讲当下有对象的朋友当下有对象的朋友呢，其实我看见的感觉就是说，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处在一种比较纠结，比较让你觉得好像他跟你之间的这段关系跟自己原本以为的感觉，原本以为的方向发展相差比较的远一点。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当下呢，我见到的这个能量是在告诉我，未来6个月你可能会对这段关系心存很多的疑惑。OK， 心存很多的疑惑。圣杯7的能量在告诉我，你在所谓的去想象着你们可能有的美好，你在想象着你们可能未来会出现的问题，你在想象着如果离开会怎样，你在想象着如果继续又会是如何。新的爱情，新的恋情又会是什么呢？我觉得这边有太多的设计，太多的设想，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拿不定主意。这个是第1张牌，圣杯7。第2张牌呢是金币3，这张牌在告诉我，你跟他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大家一起做件什么事，大家一起生活，大家一起去解决问题。等等等等，有关于一起的这个能量，你们2个人非常的
磕磕碰碰，就属于那种没什么默契的感觉啊，没什么默契。所以说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在这个权杖骑士之下，相当于是说你们对这个人的热情啊，慢慢的就是减弱了。你们曾经可能是飞速的发展，你们曾经可能是快节奏的冲向彼此，但是呢，未来的这6个月的时间，它的这个速度会明显的慢下来。速度会明显的慢下来。其实我感应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在相当于探寻或者是摸索自己对于这个人，你们究竟这个情感是怎样的，是有多爱他，是真的爱他吗？并不是去纠结对方有多爱你，是不是真的爱你，而是你去看你是不是真的爱他，你是有多爱他。然后呢，再把眼睛放向你们生活当中的默契、相处、连结、生活等等的一些小事里面，我看到很多朋友对这个人的热情已经减弱了，你们的关系发展的速度也会开始慢下来。有一些朋友我这边看到的能量，其实在告诉我，关于你跟这个人的未来6个月的发展你可能会有一点觉得说，曾经这么爱的人，曾经让你那么 OK 确定的人，怎么能够在这么一段时间之后，让你对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或者是让你对他没有那么大的好感，或者是让你觉得有点不想爱了，不想坚持下去了，不想再这样继续了。我这边看到了圣杯2逆位的，包括这个宝剑皇后我连接到有一部分的朋友跟这个人的关系，你可能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可能爱一个人的方式未必是和他我们所谓的一生一世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可能爱一个人的方式反而是给他自由，成全他想要的自由这个是我看到这个能量所以说我看到其实在未来的6个月的时间里面，有一部分的朋友在你跟他的关系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很不想放手的，很不想放弃的，但是呢，你的理智、你的理性，以及包括你这边的所谓的自由和智慧，在告诉你究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究竟哪一条路是真正正确的决定。而这边我看到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当下你们的指导灵、你们的守护天使，还有你们的高我给你的能量很足，也非常的强，所以你们心中所产生的这种智慧的声音这个来自于更高频的声音，以及更高频跟你之间的对话，我觉得是深深的对你有所触动的。你在所谓的感觉，也就是我们的直觉当中，以及在现实当中考虑里面，你可能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放手。权杖9的逆位，有的时候坚持坚持是很好的，坚持呢，我们可以最后我们所谓的获得胜利，或者是得到我们心中所想要的目标。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要坚持到底的，有的时候呢，要及时止损。在权杖9的逆位这边，我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不是对方不想再继续纠结下去，而是你自己不想再继续了，而是你自己觉得太累太辛苦，而是你自己觉得这个决定要怎么做，要如何做。这边呢，我看到宝剑皇后的逆位有些朋友其实你们心中已经有了决断，你们心中已经有了方向，你们心中已经知道其实这个所谓的判断是什么。但是呢，圣杯2的逆位你们心里真的很爱这个人，心里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呢，所谓的离开这段爱对于你们来讲是很难的。而且呢，在宝剑皇后这个地方，我看到你们在想的是如何开口。对方呢，可能他给你的感觉，真正相处下来，就是说跟他之前跟你的承诺，之前他跟你说的那些话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这边看到第3组牌的朋友，这段情比较的辛苦这段感情比较的辛苦。所以说宝剑皇后的逆位，你们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让自己真正的下定决心，或者是找到一个沟通的方式，或者是找到一个机会跟这个人好好的坐下来谈一谈，聊一聊有关于你们的关系，有关于你们的未来。
圣杯2的逆位。所以我感觉到这个所谓的奇迹 miracles， 我觉得这个奇迹的出现呢，对于有对象的朋友来讲啊，可能是在告诉你啊，有的时候这种奇迹是我们自己心里的奇迹，怎么可能就这样放下一个人呢？怎么可能就放下对他的执着呢？但是你却可以做到，但是你却可以让自己，我们所谓的有这个智慧，去让这个关系得到一种自由，让自己得到一种解放。这边的能量啊，有星座的能量跟大家说一下，这边有双子座和射手座。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非常在乎、非常追逐自由的灵魂，你们其实不太喜欢被束缚的，你们在关系当中其实也是非常灵动的，非常灵活的。尽管在一段感情关系当中，我看到你们其实也是非常在乎所谓的相处，两个人每天开心吗？两个人每天在一起快活吗？两个人明天啊有没有什么一起可以去做的，一起去合作的，一起去探寻的呢？如果这段关系没有任何新的能量的出现，没有任何的精彩可言，没有任何的热情啊，可以让你们去为它燃烧，为它去努力的话，也许这段关系它不是属于你的。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啊，在未来的6个月里面，可能真的会重新审视对这个当前你的这个相处的对象的一种判断啊。因为当前呢，我看到非常清楚，其实来自于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感应就是你们觉得这段情，你们觉得这段爱跟自己心里所想的差别甚远。这个人也许是你曾经非常爱的人，这个人曾经可能是跟你山盟海誓的人，但是呢，这边关系的发展里面，在你们的相处当中，你可能看到了一些所谓的智慧啊，告诉你的自由可能是无价的，对吧？也许这段情感让你们两个人都非常的受累，让你们两个人都非常的疲乏，而你们两个人在未来的6个月啊，也许领悟到的这个智慧就是，也许爱一个人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也许可以以一种更加自由、更加成全的方式啊去爱他。所以你们的爱并不是真正的断开，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你们再次的可以去爱彼此。当下你们的关系以及相处里面，还有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可能你们都会感应得到这个关系啊，它需要变化，它需要更多的空气，它需要更多的空间，这段关系才能够再一次的重新的让这个爱的能量，让这个爱的水流动起来。所以呢，我觉得这段6个月的时间啊，可能会给很多的朋友，就是当下有相处对象的朋友啊，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让你们的心里对这个人、对这段关系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感悟啊，一些非常大的感悟。而你们呢，也会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做出巨大的调整和改变。你们可能自己都会觉得有点惊叹，怎么会自己就会变，或者是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子的领悟。你们也许曾经想都没有想过要放开他，想都没有想过要所谓的给他自由。但是呢，在未来的6个月，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去想这个问题可能会去想这个问题。所以说 miracles 对于谁来讲才是 miracle， 对于谁而言才是真正的奇迹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没有对象的朋友啊。没有对象的朋友，刚才我讲过，你们心里呢可能会觉得自己还有爱情吗？还有更好的人吗？有那个所谓的跟自己有缘的对的人在未来等自己吗？我觉得你们对爱情有很多的怀疑对爱情有很多的怀疑，对爱情有很多的不自信。未来的6个月时间里，宇宙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转变？宇宙要带给你如何的奇迹呢？首先第一张牌是圣杯7，这张牌在告诉我，其实尽管有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爱情对于你们来讲，你们已经不是太确定和确信，可是呢，你们的心里仍旧渴望爱。你们在想，你们在比较，或者是你们在为自己设想，究竟什么样子的一个恋人才是属于自己的？究竟什么样子的一个爱人才是适合自己的？我觉得你们在这里充满了想象。那么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未来的6个月时间，
你们其实有机会遇见大概2个人左右啊，2个人到3个人出现在你生命。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啊，如果你当前没有对象的话，事实上在未来6个月，你的选择是有的，而且这个选择不止一个。可是呢，我看到你在跟这些人的相处当中啊，你都有一些顾虑。这边有金币3的逆位，这些可能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潜在发展对象，他跟你之间的这种连结，应该是在你的生活的，比方讲同事工作当中，或者是校园里面，或者是你的一些玩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也会有机会。但是呢，我看到你在跟他们的相处里面，你有很多的不确信。首先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有一个比较年轻的，或者是跟你年龄相仿的人，你在跟他的连接当中，你在跟他的相处里面我觉得你心里非常的忐忑和怀疑。你在忐忑，你在怀疑这个人究竟对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对这个人呢，其实有很强烈的冲动，但是呢，你又把自己的这种能量就是拽着。曾经呢，你在爱里也许跌过跤，或者是曾经呢，你因为看到过很多的故事，又听过很多的别人的故事，你对爱情其实已经是一个不是特别相信的状态。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有一点冲动，有一点不那么成熟跟稳定的人出现在你面前，我看到很多朋友属于那种半信半疑的状态半信半疑的跟他相处，半信半疑的去跟他2个人约会看看电影什么的。这段感情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相处时间其实持续的不会太长，你们其实很快呢就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或者是说想去遇见新的人，想去看一看自己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那么这边呢，我看到是在未来的6个月、3个月之后你会遇见另外一个人。那么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第2个人呢，我看到这个人比较的风轻云淡，这个人其实有一点孤芳自赏，或者是他有一点点就是说小小冷漠那么这个人呢，不一定真的这样，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是外冷内热。我看到是跟这个人的关系当中，你可能会更加的对他感兴趣，你可能会更加的对这个人呢充满着好奇心。那么我这边看到其实来自于第3副牌的朋友，如果当下你没有对象的话，你跟这个人确定感情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我们最后这张牌是圣杯2，这个人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这个人有可能出现在你生命当中呢，他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奇迹。但是呢，这个奇迹需要你去探索，需要你去相信。因为我看到当前这里有圣杯2，它是一个逆位的，那也就是说明这个人跟你之间所谓的确定你们的爱，他没有真正的很顺利，他没有真正的非常的快，而是在讲你们可能在当下的这个状态当中，你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相处的机会，去了解这个人，去慢慢的爱上他。也许你们2个人可以有很多的沟通，有很多的交流，但是呢，是哪些契机，哪些话题能够让你们的心真正的打开呢？我这边看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需要去探寻这个能量了。所以再说宇宙其实呢，对于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来讲，宇宙在未来6个月会为你派2个不太一样的对象。一个人呢，可能会很热情的接近你，靠近你，追你，对吧？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比较冷漠一点，比较我们所谓的寡欲一点的感觉可是呢，就看你怎么去经历，怎么样去选择。宇宙呢，其实是会给当下没有对象的朋友我觉得是不同的机会，不同的缘分让你去真正的了解你的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你的心真正喜欢的，又或者是说在当下既有感性又有理性的状态里面，你究竟会如何做一个抉择？是选择一个更加爱你的人，还是选择一个你更爱的人呢？那么这个决定的本身就会激发出你对爱情的思考，你自己智慧的现前。宇宙在讲你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其实呢，爱一个人也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去勇敢的选择跟爱自己的人连接，你也可以去选择追寻一个你爱的人。那么这个自由是你的，
这个选择是你的，这个责任也是你的。所以说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宇宙在这个地方给了你奇迹，给了你2个不一样的选择。你的智慧会让你选择谁呢？你的智慧会让你如何做一个抉择呢？好，那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啊，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宇宙的指引和建议啊。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引和建议想要给你呢？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宇宙说 The Great Gathering， 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团聚，都会来，都要来，直觉的撞击，灵魂的部落。也就是在讲啊，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宇宙在告诉你，其实未来的6个月啊，你有可能会遇见自己的灵魂部落。那些跟你真正熟悉，跟你真正有感应，你觉得熟悉的灵魂们，他们曾经跟你都有一些连结，他们曾经跟你呢，可能都会非常的相似，他们跟你有非常类似的经历，或者是说他们来到这个地球，跟你有类似的使命。未来的6个月，你会遇见很多的人，未来的6个月，你会有很多的机缘出现。在这些机缘的出现当中，你会有机会做选择，你会有机会让自己去感受，你会有机会让自己去探寻你想要的自由，你心中的智慧都是什么呢？那么对于当下有对象的朋友这张 The Great Gathering 我连接到的内容是在讲，其实呢，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里，你会跟当下的这个对象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事。这些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你们会看到彼此的选择，你们会看到彼此不同的价值观，你们会看到彼此不同面对人生的时候，你们所会运用的智慧，以及你们对于生活所追寻的不同，都分别有哪些。你们会真正的看清楚在你们心中，这个最重要的自由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你自己所谓的直觉的撞击当中，你的守护灵，你的天使给你那么多的指引和传讯里面我相信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将真正的意识到怎么样让自己可以以一个自由的方式，以一个遵循自己本心的方式去做选择，去做判断。而在这里呢，你们将收获无穷无尽的属于自己的智慧，属于你们2个人相处的智慧。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前祝福大家，希望第3副牌的朋友未来发展顺利。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提前祝你们好运，拜拜。